大家好，我叫小黄，今天呢跟大家讲解一下一些详细的步骤，如何把被盗的账号拿回来，跟如何绑定我们的邮箱，跟把我们的邮箱呢设置2次确认。然后所有的这些详细呢，我都会放在时间轴里面。如果赶时间的呢，可以通过时间轴去看你们想要看的一些资讯。然后最好呢还是把整个视频看完，会比较详细。然后我要说清楚呢，就是我提供的这些资料呢，因为我们的网页会有 UI 的一些变动，就是一些按键什么它们会有变动，所以我就只能够说仅供参考。如果我现在拍这个视频算是比较新了，但过了一段时间过后 UI 有变化的话，可能你们就会看到网页啊，你们要找的一些按键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你们可能要上网搜寻，还是看一些关键字找到你们要去按的一些按键是什么的。然后关于那个原神给的表单呢，也是会有变动的，因为我在搜寻的时候看到一些比较旧的视频呢，拿到的表单和我的是不一样的。我的算是比较新的，我的表单拿到的时间是1月19号2022年。然后呢，不用担心，那些所有重要的连接呢，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你们可以去下面找这些连接。就讲到这里，我开始我的正题吧。事情呢大概是这样的，在1月19号2022年那一天呢，早上我有登录我的游戏，到了下午呢，我就发觉我的邮箱换了另外一个邮箱，叫做 .ru 的。我上网去看呢，这个 .ru 的邮箱呢是在 Russia 这个国家的，算是那一边的邮箱吧。然后我去检查的时候呢，看到我用我的小号进去，然后检查我大号的情况呢，武器生物都还是在的。然后面板展示呢，功能还是开着的，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些检查这样。然后呢，我在这边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们要去联络原生的客服时候呢，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去找一个安全的设备跟一个安全的邮箱，就是全新的设备跟邮箱，如果有会是最好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设备还是不是在被盗用着，然后跟你的邮箱是不是被盗用着，所以如果那个黑客有心要弄你的话，可能他可以看到你跟米哈游的这些对话什么之类的，他就会拿到你的资料，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中你是要填一个表单，那个表单呢，原生的客服是告诉你交一次就好了。如果那个要盗你的号的人要弄你的话，可能他交很多份，交20、30、40、50份这样子，然后你还有看到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表单不一样，可能你的时间就会拖很久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啦，所以最好你们用全新的邮箱跟设备去登录去弄会比较好。然后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如何开你的2次认证。现在我要说的是 Gmail 的，所以你们来到这一个页面，这边旁边呢应该是用你的这个 user 的，然后按下去，然后这边有 manage your Google account。按进来的时候呢，这边你看这个小锁头的这一个 script 按进来，然后拉下来，你看这个 two step verification 我是打开了的，所以有一个蓝勾勾下去。你如何开这个蓝勾勾呢？你按进去，然后这边呢你可以放你的密码。然后你进到来这个页面呢，你就会看到你已经放了的，然后这个是我的电话，然后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最主要你要放电话号码，然后过后等下你可以做选择，你要用哪一个来做你的2次确认。我自己有放3个，一个是一个 app 来的，然后这个是电话号码，然后跟这个应该是锁定了我的电话的。然后这一个是什么来的呢？这一个你按了过后呢，它会把你所有好像其他的一些设备呢，你登录的时候，如果你登录的时候那个2次确认你有打勾勾，你按了过后它就会记下来，所以下一次你的那个设备登录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填这个2次确认。所以你按了这一个过后呢，它会把所有就是确认了的设备全部删除，所以你的旧的设备你要重新登录的时候呢，它还是会再次问你这个2次确认。所以如果你要安全性的话，最好你这个按一按就是把它全部删除掉。然后出到来这里呢，然后这边就是你的账号的情况咯。
然后有什么设备在用着，然后 manage device，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什么设备呢在用着你的这一个邮箱，这边可以看到，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按呢把它退出掉。然后这边呢，当时我是如何发现我的这个 Gmail 邮箱出了问题呢？那我是在这边，我看到我的这一个设备呢，这个细节这里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电脑呢去了很多的国家，所以当时我也是非常的烦跟不懂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直接把我的这个电脑呢拿去电脑店 format，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然后把我的这个邮箱呢换密码。跟其他的社交平台账号呢，全部也是换密码，这样能够保证那个安全，因为他已经拿到了我的这个邮箱，他就可以改我其他社交平台的那些密码，所以我也是做了一些安全性，就是全部改密码跟开那个双重认证，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你们其实不用担心，就是因为其实我有发现，就是如果你有 iOS 的电话或者是电脑。就是苹果的电话跟电脑呢，它的那个 IP address 呢是不一样的，这里可以给大家看。然后这个是电脑的，我现在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它显示出来的 IP 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当你开了2次认证过后呢，你下一次进来你的这个谷歌的这个邮箱的时候呢，它就会问你这个2次认证你要答了才能够进来。然后呢，因为我有3个选项嘛。我现在不想用这一个电话的，我就用 Try Another Way。我按了过后呢，就来到这里。我自己是有三个选项，然后我是选电话号码这里，然后呢就还会发一个号码去你的电话号码，然后你填下去过后呢，就会进入你的账号。这边呢，我提醒大家把蓝勾勾关掉。如果别人用你的电脑，他知道你的密码还是怎么样的话，他要进入的话是能够进入的。因为当你把蓝勾勾开启的时候呢，他就会记下来你现在用的这一个设备。以后下一个人呢用你这个设备登录的时候呢，这个2次认证是不会问的。所以你有2个方法，一就是刚刚我说的，把它全部删除掉，重新 clear 掉。然后第2个方法就是你这个勾勾呢一直都是关着的状态，所以就不会记下来。然后接下来呢，我要教大家就是 Microsoft 的这个安全性的2次认证的如何开。因为我自己小号是有 Microsoft 的 account， 所以我也是有去弄。然后你这边打 Microsoft 就来到这个官网这里，然后你按第1个应该就是了的，然后 sign in， 然后就写下你 Microsoft 的这个账号的序，然后写下你的密码。然后这个打勾勾不要放，然后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像我可以用电话号码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个电话，然后最后的4个号码加上这一个2个，那就会发到去你的电话号码。然后通常这种勾勾我会关掉它，我要下次都再提醒我，要不然它就会记录下来了。看你们的使用习惯了，我自己是会关掉它，然后就不要留在那里咯，然后用电话号码进入的方法就是这样。然后来到这里呢，我觉得应该是看你去到哪个页面了。如果你来到这里你不懂记在哪里，你可以按这一个。上面这个 Microsoft Account 一按，来到它的这个算是它的主页吧，来到这里，然后这个就是 Microsoft 的页面。进到来的时候呢，它会显示我有2个这个 device， 就是这一个电脑跟这一个电脑。然后你要如何确认你有没有开2次确认呢？你可以来到这里，这个小螺丝这里，看我已经有放我的电话号码。然后有放那个一个 app 这样子去保护的，然后我也有放这个security key 这个密码，然后这边呢是打开了，你上面就可以看到了，你有没有开？我是 on 着的，所以这边你可以 turn on 跟 turn off， 然后按了过后呢 ，Microsoft 的这个邮箱呢有一点不一样，当你开了这个2次认证呢，你第1次开的时候呢，它会生成一个号码，我已经用这个黑色的条遮起来了，它会生成一个密码，然后这个密码呢用来做什么呢？它就好像我们的那个
电子钱包那样，就好像那种比特币还是什么的电子钱包那样，它是有一个很长的号码去保护的。如果你的这个钱包还是这个邮箱不见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那个很长的这个编号的密码，然后你放下去就可以 recover 救回你的这一个账号。所以这个号码呢，最好呢是不要放在一些电脑还是电话的，你用一个簿子写起来，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再拿出来用。就是这样了。当你开了这个过后，生成这个号码过后，然后你按OK 按那什么之类的，它就会去到外面去选你设定的电话号码，还是你 email， 还是你用一些特定的一些 apps 来登录这个双重认证。然后下面这边也是一样，你来到这边的时候呢，这边是可以设定你的安全的，你可以退出完所有你这个一些网站是什么有进入过你的这个 Microsoft 的 account 的，你就可以按，它就会帮你退出完。OK， 这个就是 Microsoft， 弄完过后记得一样，就是 sign out。现在呢，我要教大家如何去检查你的账号是不是绑定在你的邮箱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来这边按这个小头像，然后 login， 然后 forward password。来到这里呢，你可以用2个方法去检查你的账号，一个是 username， 一个是你的邮箱 email。通常呢，我的情况是被偷了账号，我的邮箱被换去了另外一个邮箱，所以 username 是改不了了。只要你记得你的 username， 你就可以去找回你的账号。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写下你的 username， 一定要去 set， 写什么都好，一定要放一个名字，不是游戏里面的名字，是你登录时候用的那个名字，也就是你的 username。所以这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这边呢，我有做一个确认，就是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账号是有绑电话号码的，我看就是电话号码也是能，然后邮箱也是能，你可以 set 你的这个2次确认，就是要改密码的，然后去你的邮箱或者是你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说能不能够只是选电话号码，我这边看是没有这个选项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我自己检查是不能的，就还有2个选项让你，可能他觉得比较安全是什么？你的电话不见了，你可以用邮箱，或者你邮箱不见了，你可以用电话。然后在这里呢，先不要退出，你在这边能够去检查你原生账号里面呢有没有登录过其他奇奇怪怪的一些设备还是什么的，所以你可以换这个 Return to Login。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然后好了过后呢，你就会进到来这个页面。然后你就会看到你之前已经写下了 username， 然后你的这个不是这个 user ID 不是我游戏里面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应该是原生里面自己的。然后我的电话号码呢是被拿掉了，所以这边是没有。然后我的这个email 就是我的邮箱。然后这边呢我也做了一个确认，就是我们能够这个是改不了的，我们的 username。然后这一边呢，我们是可以改掉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邮箱改掉我们的这个邮箱，然后也可以通过邮箱改掉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所以邮箱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保护好。然后这边是你登录过的一些设备，所以我看的话，这3个设备我都知道是我自己的设备，所以我就不用把它删除掉。当你删除了这些设备过后呢，下一次他们登录呢，他就会问你的这个邮箱是不是你的账号，然后你可能要给一个2次确认才能够进来。所以我看这3个是我的，所以我就没有删除掉它。OK。然后这边如果你已经检查好东西也做完了过后，记得 log out，OK， 退出。OK， 然后呢，当时我是非常的紧张，去联络原生的客服。我是上网去找原生的那个客服的邮箱，找到了过后，我就用这一个标题，就是 account hack。我是用英文的方式去联络客服，因为我上网看他们是说英文跟日文回复会比较快，所以当时我就用英文了。然后当时我也非常紧张啊，我可能也打错了一些字，如果你们看到有错的话就不好意思啊，我就这边用华语解释让你们听比较容易明白吧。所以当时我就说我的账号被偷了，我就是进不了我的账号里面，然后其实我已经绑定了我的邮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的邮箱呢显示我没有账号绑定在这个原神的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其实蛮快的，我一发出去过后呢，它就不到1分钟，原神就已经回复我，然后就说他会尽快处理这件事情，然后要我给他的我的 UID， 就是在你们的右下角的那个 screen 下面，你们的右下角玩游戏时候右下角的那一串号码，然后过后就是你的 username， 就是你已经设定了的你的用户的名字，不是你原神那个里面写的那个名字，是你进账号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名字。你进账号有2个方法登录，一个是用你的邮箱，一个是用你的 username。所以我自己是记得了，所以我就有给。然后有些人是没有去放啊，但如果没有放的话，可能你们要空这是怎么样？我自己是有放啊。然后第3个就是你的这个上一次的这个 email， 因为通常账号被偷，你的 email 会被换掉，就是你的邮箱会被换掉，所以我自己就放回去，在被黑客换掉之前的那个邮箱。然后第4个就是你的第3方绑定是哪一个账号，然后有这么多个啦 ，PlayStation、Facebook、Google 这些 Apple 什么的，我自己是 Google， 所以我最后就选 Google。然后你的上一次进入这个游戏是几时，也就是被偷之前的最后一次哦。然后这个就是一些详细你游戏里面的详细资料。然后我有上网去看，其实这个详细资料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要你 screenshot 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你原神里面有什么5星角色啊、5星武器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他讲什么，我自己回复的时候我是没有答到他的问题啦，我就说我的账号登录不了，然后显示我的账号没有 email 绑定。当时我可能非常紧张，我也不懂他在讲什么。这是第6题，我是大概回答了。然后是发了2次吧，应该是同样的，我不懂我按错什么东西，发了2次。然后我就说我也记得我绑定了我的电话号码，被改，应该是被拆掉了，电话号码是能够被拆掉的，只要有你的这个邮箱。然后过后米哈游就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吧，1个小时里面他就回复了我，就说他已经去确认，然后我的这个邮箱呢已经换去这个 .ru 的邮箱，然后问是不是我，然后如果要告诉他，还要做接下来的这个决定，看要怎么样。然后我就立刻回复了，不是，这不是我的邮箱，是黑客的邮箱。然后我就求他赶快救回我的账号，然后就求他这样的。然后他呢也就差不多也是蛮快的，过来就回复了我，就是现在的情况呢，我需要发一个新的这个邮箱，就是要发过一个新的一个邮箱，然后要写就是标题要放这一个 account from hacker account， 然后过后你会收到一个要填资料的表单这样的，然后里面呢你一些东西还是要你选，就是其中第一个的问题呢，还是让你选这个 account hack。我的情况是这样啦，选 account hack 的这个 option。然后他说他会在20天的这个 working days 里面，就是他的上班时间啊，扣除半个礼拜，就是20天的这个上班时间里面帮我解决。这个是他的回复告诉我的，然后我就有重新发了一个邮箱过后，然后我就有拍下来照片，然后这个是我的那个照片啊，然后我就发给他，就说对不对这样的，问他对不对。然后呢一下子过后他又回复了我，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提醒你，等下你选的时候的第一个问题记得要选择这一个 account got hack。然后下面就是告诉你呢，你填的资料呢一定要对着他们，一定要答得对，不要答错，因为他会根据你的那个在他们的系统里面你的资料对还是错，然后他告诉你非常重要，一定要答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填这个你交上这个表单的时候呢，记得填1次就好了，不要好像你填了，然后你按1次submit2次submit样子，就是你一直提交，他告诉你就是请交1次就好了，因为你交超过2次的话，可能还要
重新检查什么之类的，就会拖长了那个时间，所以他提醒你交一份就好了。然后这边他又说，他要10天里面来回复你。我也是很好奇啊，因为前面他是告诉我20天，这边又是10天，然后是告诉你呢，这一个表单呢7天过后就不能够填，所以表单是在这里了。然后我按一下给大家看，它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不去了。所以那时候我的表单还是有留着啊，那时候我是自己拍起来的。然后呢，你拿到那个呢是叫做那个表单叫做Mihayo Pass 的。然后呢，第一题还有说到呢，我要选的是 account， 所以我这边就是不用考虑的，就选 account。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写下你通常登录会用的 username 或者是 email 也是可以，给你2个选择，看你要填哪一个。然后第3呢，它就是要你写下你登录的时候，你第一次登录是用哪一个 system 的。所以这边就是你可以做一点选择，你第一次登录你是用哪一个情况啊？就是你用 username 啊、email 还是 Facebook 什么的。然后第4道问题呢，就是你绑定的邮箱，你游戏绑定的邮箱，你可以填你在被偷之前绑定的那个邮箱。那时候我是这样填的。如果你没有绑定邮箱呢，你可以放这个 neveralliancelink.com， 它这边有写给你，你可以放这个。那第5个呢，就是你注册的时候是在哪一个国家的。那它是选择题来的，你按这个 bar 的时候，你按下去，还有不同的国家你可以选，就是你不用自己去打那个国家名字。然后第6题呢，就是你要救回的这个账号是什么游戏？我自己只有原神，就是 Genshin Impact 一个而已。然后第7呢，就是你游戏里面的 UID。然后第8呢，就是你游戏的那个 server， 所以你选，到时候你进入的时候，你可以选你的 server， 你的服务器。所以你就选你自己的服务器。然后第9呢，就是你游戏登录的平台，你可以选。然后这边有4个选项。然后第10呢，就是你这个注册的时间。然后第11呢，就是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是用哪一个平台？然后详细的资料就好像，如果你是电话的话，可能你要写出你电话是 iPhone 几啊，然后是一些详细的资料什么啊，然后是几 Pro 什么 Max 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你是用 PC 的话，可能就要更详细哦，它需要知道你的电脑的 processor 啊，然后你的 graphic card， 你的 memory RAM， 然后跟 motherboard 名字，然后跟 brand， 会比较详细啊。如果你是填电脑，我自己是电脑，所以当时候是给到蛮详细的。然后12呢跟11有一点接近的，12呢就是你最后一次登录是用哪一个设备，就是在你被偷之前，你最后一次登录是用哪一个设备的。然后我的情况呢，11跟12虽然都是电脑，可是我11是旧的电脑，12是新的电脑，所以我的情况呢，我是写了2个不同电脑的那个 spec 的。然后第13呢，就是你最近登录的时候，就是你在被偷最近登录的是哪一号。然后还有就是14呢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第一次付费购买原神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是用哪一个平台。然后15呢是第一次付费购买的是哪一天。然后我自己认为呢，16呢应该是最有保障救回你账号的方法，就是你第一次付费购买原神里面东西的时候呢的那个收据，我自己是有留下来，然后把这个收据呢上传进来这里，给他们交出这个表单发出去。然后我想说就是关于这个16呢，就是你第一次付费的这个收据呢，我是希望大家，如果你到现在为止就是完全零氪，完全一点点都没有氪的情况呢，我是觉得你账号不见要救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证据。所以我觉得你们最好呢就是买一次月卡吧，一次都好，买一次月卡，留下一个证据让你保护你的这个账号吧。如果你觉得买一次月卡有点贵的话，你就去选那个充值里面最低的，因为它好像比月卡还要更便宜的那个，就有60元时而已的，就是那个手充的，你就买那个最便宜，就是给你自己一个保障吧，有一个收据那样。然后第17呢，就是你账号里面的情况，可能你有什么角色啊，然后你有什么5星武器之类的。然后第18呢，就是选2个全新的邮箱，因为当他找回了这个账号过后呢，还要给回你呢，还会在这2个邮箱里面选其中一个
绑定回去，那你就用 forgot password 找回，拿到那个密码，然后换回去，就是拿回你的这个账号。然后第19呢，就是给一些详细的情况啊，你 login 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啊，可以写一些详细的资料告诉他们。然后到这边呢，19题填完呢就算是结束了。然后下面这边我不小心 crop 掉了那个 submit 的 button， 然后你按了它就会把这个表单提交上去。然后记得提交一次就好了。当你填很多份的话，可能它要用更久的时间来审查。然后到了晚上呢，我发觉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在第二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发觉因为当时候填那个表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我给错了我第一次充值记录跟充值的时间。因为这2个资料呢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看很多拿回账号的人都说，你的这一个资料填对呢，对你拿回账号的那个时间啊，跟拿回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当时我是非常的紧张，我就继续在这一个对话箱里面发了这一个邮件，就是说，非常抱歉，我发觉我给错了一个信息，能不能够帮忙我更改，然后求求帮忙那样。然后错的呢是我第一次的充值时间跟我的那个收据给错了，那我就发了我的这一个是我的收据，就发了我收据。然后我等到第二天，就是算是第二天啊，这个是凌晨嘛1点多，然后到4点多下午就发觉，这次米还又很慢了，还没有回复我。然后这个时候呢，时间来到了21号，就是1月21号。然后我看到呢，我的邮箱呢，我自己是会去 Ohio 那边去打 forgot password， 然后去 check email 有没有换回去我的邮箱。但是我看了，没有，他又换了去另外一个新的邮箱，是叫 .plus 的。然后我也是看到他的开始有一个 H 用户，我也想应该是胡桃，他应该是认为我这个账号呢最主要是胡桃的这个角色。然后我用我小号查看我账号的情况呢，他已经隐藏了我的那些信息。然后当时呢，我看到原生的客服还是一样没有回复我。我前面已经发了2封，然后这次还没有回复我，我就试着再发第3封，就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说账号被盗，然后我给错了资料，能不能够更改？然后我也上网去查有没有其他方法联系客服，我就用我的小号来到这里，选这个反馈。然后现在看回去是我的记录因为那是之前填的东西。然后来到这里呢，有一个小加，按这个加，然后问题反馈。然后怎样联络这个客服呢？你是按这一个，然后写你的资料，然后交上去，你是什么问题？然后这个方法呢，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当时我就立刻发了我的情况过去，然后也是一样的，还要你填一些在邮箱里面需要我们填的资料那样。过后呢，他也是说check 一下我的 email 换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呢还是叫我立刻联络邮箱的客服，然后写这个 account hack 的这个标题 for 第一个问题。然后当时我看很奇怪，因为我已经填过了，我问他我就上面我有说这边他不再显示在那里，我有说就是我已经填过了这个资料，我能不能够更改一些资料？他是说能够的，他是能够帮我们更改资料，但是呢我需要用同一个邮箱，就是我发那个表单时候的同一个邮箱呢，他会帮我检查，会帮我更改。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就放心了，然后我就没有再去联络客服了。来到了1月25号呢，也就是账号被偷的第6天，我的原生账号呢换去绑定了一个 RA 什么什么 gmail.com 的一个邮箱，然后名字换去 EXEX， 然后头像换了神李玲华。然后过了1天呢，也就是第7天呢，也就是26号，然后我的这个邮箱呢又在被换去一个 mi 什么什么 gmail.com，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买我号的人的邮箱来的，因为这个邮箱呢一直绑定在直到我拿回账号为止。然后这个是第26号了，然后他名字也换去一个日文的名字，然后头像换了胡桃，然后背景是算是没有吧。然后到了28号呢，他就更新了，换了这个背景，胡桃背景，然后角色的展示也放了出来，但是他只是放胡桃跟神李，然后跟调整了我的圣衣物。然后呢，在下午我拿回我账号的时候呢，差不多傍晚吧，那个买我号的人应该是用他的小号吧，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账号只是加了一个朋友，
然后我大号跟我小号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应该就是买我账号人的另外一个账号。然后呢，他来找我，我已经做了一些翻译吧，因为他是用日文的，我看不明白，我就用 Google Translate 去翻译。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尽我的能力了。就说打扰一下，然后我就用英文回复他，还是照样用日文回复我，所以我也是去 Google Translate 去找怎么转去日文跟他对话那样吧。他就问你是不是卖了你的账号，然后我就说我账号是被偷了。然后200多抽被拿来抽我垃圾那样，然后我就可能太急了，不小心打到一个华语，然后我又再放就是问是不是他用的，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现在非常生气，我就告诉他你应该要自己努力，不应该去买号那样的，那就一直没有再回复我了。然后呢，我发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在我拍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也就是2月8号吧，那我收到了一个好友通知，是一个日本名字，我非常好奇会不会是之前买我号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看账号的情况呢，有胡桃，然后有神里，然后一样呢跟我情况很像，神里呢有转五，胡桃呢也有转五，我在想会不会是之前买我账号的那个人又去买另外一个账号，我不知道。所以，然后还有一个我要补充的就是，好友呢，如果你加不回你的朋友，可能他在黑名单里面，所以你要把他们移出去，然后你就可以用 UID 加回他们朋友。然后讲到这里呢，我还是告诉大家啦，就是千万不要去买初始号，还是买账号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不是账号的拥有者，就是一开始的拥有者，我们没有前面，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好像我的情况没有前面的那些资料啊。第一台用的电脑，然后第一天登录跟那些收据，你们是救不回你们买回来的账号的，所以我就是说，千万不要去买初始号，你们真的是不懂哪一天你会亏的，就如果你进了很多钱，有一天那个账号被收回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心痛的事情，所以奉劝大家不要买初始号，慢慢玩都好。OK， 我的影片到这里，再见。